那是因为叶太庭是魏子明的亲生父亲。季白坚，这是我们的内部会，你进来干什么？从未听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白坚今天帮我挑明了子明的身份，那我也就不隐瞒什么了。我今天啊，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魏子明是我的儿子，我的亲生儿子。白坚，你今天闯进我们集团办公室，打扰我们的会议，有失体统，难道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件事吗？我是来提醒芝芝小心身边的人。要说到身边人，那要和芝芝结婚的你，才是身边人。你身边人身份的真假，你应该更加关注。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那我就大胆直说了，你根本不是季白坚。哎，子明哥，你怎么来了？最近忙公司的事儿，很累吧？确实是挺累的。你也知道，公司现在不如从前了，所以忙的事情比较多。不过为了群星珠宝，我愿意。没关系，一切马上会好的。很快我就可以帮到我们宋家，帮到你。只要我今天有更高的身份，所有人都会对我刮目相看。Don't wanna sleep in, cause I got something to prove. I gotta take what I hate and finally make a move. I think of you and all the shit you don't do. Well, I'ma make hella sure that I don't become you. I have no regrets, yeah, I'll tattle my chest. I'll never forget what it's like to be in debt. Been stabbed in the back bed, I'll show you what happens. Pass me the mic and I'll show you with actio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ow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l 才有可能。哎呀，子明哥，你就别操心我的事儿了。不过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啊？你刚才说什么更高的身份？是什么意思啊？芝芝，如果我今天有更高的身份，在你眼里，你还会一直把我当哥哥吗？当然会啊，你永远都是我的哥哥。我明白了。那我先走了，明天见。明天见。子明儿，看见了没有？他们又和好了。看到了。我就说嘛，这个男人呐，他得有事业，得有地位，那要不然那女人她怎么会喜欢你呢？哎，你看那个季白坚，把宋芝芝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啊？
这宋芝芝为了重建这群星珠宝，又重新投回到季白坚的怀抱里啊！这叫什么呀？这人呐，都是追逐名利。芝芝不会的，他不是这样的人。路走左身，断情成了这一切。啊？哎。我看你晚上没吃什么东西，是胃口不好吗？季先生，我们好像不是聊这些的关系吧？那我放首歌吧。季总，我再次向你声明，我们只是在做戏给叶太庭看，我希望你不要误会了。从此刻开始就不关心，耳朵没有在意。我看你最近回来的挺晚，是工作很忙吗？对啊，我确实挺忙的，还不是拜你所赐吗？要不是你撬走了我的团队，我也不会这么忙的。我得忙着重新组建群星珠宝的设计团队啊。你呢？在忙崔斯特的事情啊？崔斯特这个项目对于知府珠宝来说，对于我们的知府珠宝来说很重要。我在季红集团开会时也表示了，知府珠宝只有取得了这个项目，才能快速获得行业内的认可，所以我倾注了很多资源。真不愧是季总，想要得到什么，会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真是努力呢。芝芝，知府珠宝是以我们俩的名义去创办的，所以它是属于我们的。我想你能回知府珠宝，咱们一起把崔斯特这个项目做好。别一厢情愿，知府珠宝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只想帮我们家的群星珠宝重新组建起来。我很忙。好，我知道了。子明哥，你这是？看你又在加班工作，怕你没吃东西，给你带了一些宵夜。谢谢啊。最近都太忙了，一直没空好好聊一聊。是啊，公司的团队也被撬走了。我现在正在招新的设计师，公司现在运营的情况是这个样子，还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呢。而且也不知道这些设计师们会不会想来这儿。那你对季白坚怎么看？对季白坚没有怎么看，我现在没有心情想这些事儿，只是一心想着工作。芝芝，我看到你回他家。是，因为我和他之间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呢。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是我皇上。对了，你让我查的照片是从哪里来的？是查到什么了吗？还没有，
只是说知道照片的来源，查起来更容易一点。可是，那照片是我一个朋友的，来源他应该不清楚。是跟季白剑有关吗？子明哥，我也不想骗你，确实是季白剑的，而且我跟他，我们俩的事情非常复杂，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了的，而且我也有我的苦衷。我明白了，那我先走了，你赶紧吃点东西。嗯。5岁的宋芝芝，你好。我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你5岁的生日宴上，你嚷嚷着要吃餐厅里的玫瑰花糖。今天我把它送给你。18岁的宋芝芝，18岁的安妮小姐，你好。这是你在网上发布的第一个设计稿，这是你事业的起点，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我亲手把它做出来了，送给你。22岁的宋芝芝，你好。那一年你在海外留学，很想念国内的美食，学习压力也很大。你在网上吐槽说削铅笔削到累，用过的废纸也很难扛下楼。对不起，那个时候我帮不到你，但以后你所有的铅笔，我都帮你削。芝芝，这份礼物对于我来说很珍贵，是我妈妈生前从来没有发布过的设计手稿。她一直都在研究古法金怎么融入到设计当中去。我今天把它送给你，希望它能给你带来灵感。你以后的事业，我都支持你。芝芝，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你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安排，把我的世界搞得一团糟。这一路兜兜转转，让你等太久了，对不起。如果我太犹豫了，没有尽早告诉你我对你的情感，余生
别看了，本都要被你看穿了。我得好好珍藏起来。不过真没想到，我们俩第一次合照，竟然是在结婚证上。咱现在把照片补上。行啊。要不我拿吧？拿。低一点，往下一点。啊，这样。哎。金先生，以后我们两个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呢？你想好了吗？知府怎么样？知府是芝芝的芝。对，福是大福的福。我觉得知府不仅能缅怀我的母亲，还能见证咱们的爱情。挺好的。那余生就多多指教了。走吧。走。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以后你就是我老婆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这么神秘啊！这是一个惊喜，把眼睛闭上，转过去。怎么还不让我看呢？让你看了，那还能叫惊喜吗？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惊喜。走吧。走。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是不是远在天边的你来不及去寻寻觅觅，忘记了多久的光景，听老树发这个就是你送我的惊喜。对，这是我送你的许愿树。这上面是许愿牌吗？那你有没有写愿望？没写呢。我想的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愿望会越来越多，咱们都写到上面去。这上面一共有521个许愿牌，我们以后有什么愿望，就都写在上面，咱们努力一一实现。白仙，我曾经因为无知，无数次被人骗，抛弃了他们设下的陷阱。我很难再相信别人，也因为这个，差点错过了你。但是还好我们现在在一起了，我很幸福。我希望在你送我的这棵许愿树上，写下我们一起的愿望，然后我们一起实现它。我也希望我们能一直走很远很远，一起走下去。一定会的。
我还是太单纯了，居然没有想到，原来我才是你的猎物。齐白姐，我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了。还是都是假的。芝芝，你听我解释。不管你听到什么，都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他是什么样子？你说呀！你怎么不说了呢？是你不能说，还是你不想说？好，那我问你，从一开始你接近我，跟我恢复婚约，是不是另有目的？是。那你帮我，救我，对我做的种种，是真心还是假意？都有，但是我叶大体做的这个局，其实你早就知道，但你不但没有告诉我，还眼睁睁看着我们群星珠宝中计，对吗？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那你爸是不是让你透过制服珠宝来掏空群星珠宝？你说呀！是。齐白姐，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跟我结婚，是不是也在你的算计当中？我承认一开始我是骗了你，但结婚是真的。果然，你对我的感情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季白姐，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芝芝，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跟你解释。我之前做的所有事情，是因为有我说不出来的苦衷。我三言两语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但是你相信我，我想跟你在一起是真的，我想结婚是真的，我爱你也是真的。我都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你的。我知道吗？当叶太挺跟我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多希望是假的，我多希望他是骗我的。但是不是啊？你才是骗我的。这是，对不起，是我不好，我错了。你没错。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如果真的还能重新来过，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认识过你。芝芝，季白姐，我们已经回不去了，离婚吧。用在我身上，表演有多夸张，我都配合鼓掌。完整的心脏落地传来余响，巨响。你惯用的伎俩，别用别人身上，这完美的假
这段时间，你是不是特别的辛苦啊？还行，就是最近事情比较多。那有我能帮得上的吗？不用劳烦你了。那一会儿回家你先休息吧，我去做饭。这么晚了，你应该没时间吃饭，应该饿了。谢谢你了，季总。不过以后只有我们的时候，就不用演戏了。水打湿了车窗，滑落的速度太匆忙，落在我心底发烫。喝点热水吧。放哪儿了？月亮微弱的光，房间无声，眼神空旷。这场爱被迫下降，你别忙活了。我的眼眶，收藏。你要是太累的话，就早点休息，不要太晚。锅里有汤。你就这样离开我的后半场。这么晚了还在看书？你对这本书感兴趣吗？学习一下。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懂，也不会经营任何一种亲密关系。我也看过这本书。那你看完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这本书上说，只有解决自身的问题，新的关系出现时，才会做得更好。对不起，芝芝，是我个人的原因，我们的关系才会变成现在这样。Don't wanna sleep in, cause I got something to prove. I gotta take what I hate and finally make a move. I think of you and all the shit you don't do. Well, I'ma make hella sure that I don't become you. I have no regrets, yeah, I'll tie up my chest. I'll never forget what it's like to be in debt. Been stabbed in the back bed, I'll show you what happens. Pass me the mic and I'll show you with actio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季大姐，你果然还有事瞒着我。啊，你怎么来了？
婶，怎么了？芝芝，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您能不能回来看看她呀？奶奶她怎么了？没事吧？哎呀，就是精神状态有点差。白姐，你说人生怎么这么难呢？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的。你以为这个坎儿过了，以为胜券在握了，阳光明媚了，可马上就有另一个浪拍过来，直接把你拍到谷底。是啊，很残忍。但你相信我，一切都会过去的，都会好的。可能过程是有些难熬吧，不过也没事。以后的路，我陪着你。吴婶，哎呀，芝芝，你回来了，奶奶怎么样了？哎，老太太，我先带你上去吧。啊，走。奶奶，奶奶，哎，你们来啦！哎呀，来就来嘛，还带这么多东西，多麻烦啊！不麻烦。哎呀，倒是你，你这身体怎么样呀？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哎呀，没有不舒服，我身体好着呢。真的？你们呐，就放放心心的去干你们的正事儿啊。我主要是不告诉芝芝，省得她一天到晚替我瞎操心。我这……哎，芝芝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啊？芝芝这孩子啊，可随我了。也那么爱吃桂花糕，小时候啊，他偷偷的躲在被子里吃，哎呦，吃的是被子上也是，褥子上也是，他自己满头满脸都是。对了，我忘记跟您说了，芝芝让我带话给你。说他很想你，下一次一定过来看你。那他下次来，我要好好的看看他。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你们工作都那么忙，也不能在他身边陪着，他成天的就一个人。胡婶，奶奶这是怎么了？她都认不出我了。老太太应该是受了点刺激，情绪一直都不太稳定，记忆也时不时有些混乱。那她能痊愈吗？这个也不好说。医生是说，给病人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再配以药物治疗，能尽量让他的病情不要再进一步恶化。喂，爸。我让你查
查当年原石采购的情况。你跑去哪儿了？我临时出差，晚点回去。吃点东西吧，吴婶刚才送过来的。奶奶这个样子，我怎么吃得下呀？一回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跟爸爸、直言，还有奶奶，我们在一起特别快乐的时光。可是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我也有一段类似的经历。我妈妈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特别善良的人，但因为一次意外，我失去了她。那个时候，我一时间无法接受，甚至一度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要好好的活着。你看现在，我经营着季红集团，我猜他如果知道了，一定会替我骄傲的。所以芝芝，你要坚强勇敢地面对这一切，你也可以的。我要是像你这么优秀就好了。如果你有需要，我一定帮你。回去之后又是一场恶战。谁刚才信誓旦旦地说要准备战斗的？可是他们太狠毒了呀，为了钱，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曾经我以为的一家人，如今分崩离析，奶奶、爸爸都在病床上。我只是想守住爸爸的公司，怎么就这么难啊？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的，别想了。你看，今天晚上的星星真多。小的时候，我和芝言，我们每天都过来捉萤火虫。萤火虫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你看，虽然它闪着微光，但是却很有生命力。有点像你，很有生命力。你来干什么？小飞，你的伤怎么样了？还干笑话的？是，
我的未来毁了，你也不用在这假惺惺的装好人，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聊聊，也想跟你说一些真相。你滚啊！我不想见到你。不管你想不想见到我，但我希望你能仔细想一想，在这件事情上，你的腿受了这么重的伤，我被拘留审讯，我们两个谁得到好处了？你到底想说什么？聂文芝跟警察说，那个叫白雪的，是你让他找的，贾摔的事情，也是你指使的。现在你要帮他顶罪，不可能，我妈不可能这么做。你不相信是吗？夫人，是夫人在楼梯上涂了润滑油。是的，在小斐摔下来的那天。你以为你随便找个人给我录个音我就信了？不相信是吧？还是你不想相信啊？怎么摔下楼的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吗？现在白雪和小青都认了。小斐，聂文芝为什么要在楼梯上涂上润滑油？你真的不知道吗？不能这样！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跟我妈这么多年相依为命，你怎么可能害我？小斐，需要我跟你讲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聂文芝让小青去买润滑油，说是家用。小青在不经意间看到了聂文芝去楼梯上涂抹润滑油，为了自保，她录下了这段视频。然后你就摔下来了，然后你就变成这个样子。聂小斐，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不可能，他为什么害我？他是我亲妈，他不可能害我，不可能。是，这就是你认为的亲妈。你真的了解他吗？让我来告诉你。这个就是你认为的妈。宋芝芝，不可能！你知道我跟我妈这么多年在宋家怎么过的吗？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有多难，你知道吗？他不可能这么对我。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张报告上清清楚楚的写着，他和伊文涵的基因相似度是99%，而跟你的没有血缘关系。小斐，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再查一遍。我也是看到这份报告我才知道的。你只是一枚棋子，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亲儿子伊文涵。在你和伊文涵的选择里，他从来都没有选择过你。小斐，能不能清醒一点？你能不能好好想一想，真正对你好的人是谁？爸从小到大是怎么对你的？我一直也是当你是自己的亲妹妹。小斐，我今天过来告诉你这一切，我是希望你能认清楚现实。我也觉得，如果今天我不跟你说这些，我会后悔。我今天看到你这样，我挺难受的。小斐，你得振作起来。
季白坚在国外认识一个医生很厉害，他说有很大几率能治好你的腿，你有可能站起来的。医药费你也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搞定的。就，我希望从今天过后，你不要再是任何人的妻子，你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现在，易文涵先生以9个点胜出。诸位都看到了，易文涵先生现在是遥遥领先，这足以表明各位股东的想法和态度。事已至此，大家就不必浪费时间了吧，直接宣布结果吧。我作为持有20%的股东，我代表群星集团叶太婷董事长宣布他的投票。鉴于易文涵先生过去的管理经验和所做出的成绩，叶太婷董事长支持易文涵先生担任群星珠宝代理总经理。他以手上持有的股权支持易文涵先生。叶董事长用12个点支持易文涵先生，易文涵1个点胜出。
我们恭喜易文涵先生。盖章。盖章。等一下。你来了。昨天你走了以后，我想了很多，终于把这些事儿的前因后果都想明白了。我知道，如果今天我不过来的话，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今天过来是作为股东，要求履行自己的权利。我可以的。相信大家最近对我的丑闻都有所耳闻吧。我今天过来，除了投票，还是要向大家揭穿一个女人的真面目。聂小斐，你这孩子是不是疯了？你的脑袋是不是摔坏了？跑到这儿来胡说八道！你给我滚回去！你让他说。还有更可笑的事儿呢。我妈根本就不是我妈。鉴定报告上显示，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亲子关系。他真正的孩子但错了就是错了，我为我之前的错误向大家道歉。
我并不奢望大家会原谅我，但今天我敢说出来，我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我人生中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是宋芝芝不计前嫌地帮了我，是她让我知道，我自己的人生不应该由别人来掌控。所以我宁愿放弃一切，也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我决定用我手上2%的股权支持我姐。宋芝芝。你怎么了？没事，就是想走走。那边好像撞着人了！这儿啊！哎呦，快看看！你没事吗？疼不疼？我没有事。你不是说还要照顾我的吗？只是你没事就好。医生，医生！Baby 睡了吗？别回答，只剩下一个曾经和你的对话。Baby 变了吗？也没差，存在一个梦境，还有你的想象，不会再说什么陪在我身边，就算折磨也陪在你身边，就好像是错觉。你醒了？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没事吧？现在？警察已经在通缉抓捕伊温寒了。醒了。这个吧。醒了就好。哎，李满东，芝芝啊，练着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白洁，真的是辛苦你了。不早了，回去歇着吧。嗯。那我明天再来看你。路上慢点儿。嗯。爸，我前几天在嵩山病房前听到了他跟叶太庭的谈话，他们聊到了那批原石，但从聊天内容上来看，应该不是嵩山干的，反倒是叶太庭。
叶太庭，我查了他这么多年，也没有任何证据。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是指向宋山。哎，别乱动。还有我在国外遇袭的那件事也很蹊跷，我觉得背后还有其他人，所以我们应该再仔细查一查。白剑啊，凡事都要讲证据。你所说的一切都没有明确的线索，但是原石是的的确确在宋家仓库。叶文之的案子怎么样了？因为他的羁押期限到了，但是案件还需要继续审理，而且他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身体有严重疾病的证明，所以暂时让他去保候审了。不过你放心吧，他犯下了这么多罪行，一定不会放过他。爸，你呢，就在家里面好好休息，什么都不要想。明天是你作为总经理第一次召开全公司的例会，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上次走的时候，还是一大家子人，这次回来，人气没了，家也散了。如果没有发现你阿姨的真面目，可能大家还能这么一直过下去。爸，事已至此，即便是我们装傻，这个家里面存在的也都是假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得拥抱变化。行了，芝芝，现在说起道理来，一套一套的。你现在变化很大，以前可不是这样。经历了这么多，我该长大了。我们芝芝是长大了。记得你小时候学走路啊，走两步就摔，坐在地上哇哇哭，爸爸就一次又一次的把你从地上扶起来，直到你学会走路。从小到大，爸怕你受伤，怕你被别人欺负，爸爸总想竭尽全力的给你最好的保护。可是你总会长大，总要独自的去面对这复杂的世界。这次你能靠自己争取下代理总经理这个职务，我打心眼里高兴。我们芝芝一定可以超过爸爸，比爸爸做的还要好。爸，我是你的骄傲吗？大家好，今天是在宋董事长身体抱恙的情况之下，我作为代理公司的总经理召开的第一次公司例会。下面呢，请各部门的负责人汇报一下本周的工作情况。在鹊桥系列企划中，我们接触过的意向网络达人呢，在经过初心事件以后，认为和我们公司合作的风险很高，现在都在那狮子大开口，说如果我们不给他们加钱的话，就拒绝合作。从列表里面重新选择一些更年轻、更有潜力、配合度更高的网络达人。之前呢，和海湾公司的合作项目占用了我们下个季度的制作资金，目前财务这边呢也还在等待资金的回笼。公司整体情况呢是资金吃紧，这周转资金呢实在是捉襟见肘。关于公司资金的问题，我希望各位能够支撑起足够的信心，困难只是一时的，我会想办法解决的。这事不好了，
之前和海外安雅公司合作的项目占用了大部分的制作资金。刚刚接到消息，他们宣布破产了。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是在你代理总经理之前，设计部就一直在做的。可之前占用资金量大，周期长，并不被看好。可不知怎么高层突然同意了，现在只好照做。是哪个高层同意的？这种项目怎么会同意呢？虽然说我对你还有一点点小贼心，哎，但是工作跟生活我分得很开的。是我知道，这个事儿交给你我是很放心。哎，还不放心你呢？这作为多年的老朋友，我现在看着宋芝芝这一言一行都牵动你的情绪，你俩不是商业联姻吗？是啊。但我怎么看着像你这个千年老寒冰要被融化了呢？玩游戏。嗨，有些资料需要跟你对一下，有时间吧？刚刚拿到了你们的 contract， 但有些问题啊，我需要跟你再核对一下，因为有一些款项的事情我还不太清楚。你看他这个应收应付款项，还有第2页我发给你，这些我需要知道他们所有的信息。怎么回事？他靠近我的时候也会让我心跳的。还有含税的，含税的。季白坚当年也是这样被他迷得死去活来的吧？嘿，哎。你听见我刚刚说什么吗？哦，我没听见，要不你再说一次。Anyway， 你先看一看，你是不是很在乎我跟白坚的关系啊？我没有。没有就好。那我现在就可以正式的通知你，我要重新开始追求白坚了。而且我是认真的，但是一码归一码，这个 case 很简单，明天我帮你打赢它。谢小姐，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跟白坚已经订婚了吧 ？So， 不就是订婚吗？婚约随时都能解啊。我有追求他的权利吧，而且你们没有感情，不过是商业联姻罢了。谁说我们是商业联姻的？不是商业联姻，那是什么？我去透个气，有事叫我啊。OK，
Anyway， 难得宋小姐有时间陪我们来露营了。这不是关子营了吗？换个心情，出去玩一下也挺好的。我选的地方你一定喜欢。这个露营的地点我可选了很久啊。哎，老谢，你还记得吗？之前我俩在国外的时候，那个 park 叫什么 ？Winter。你有老去吗？好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呗。你看慢点。好。这车开的还挺顺手的。喝吧。我喝水，谢谢啊，小心点。我来弄吧。好，行，干杯！干杯！来，庆祝我们的胜利。子明哥，要不我帮你烤一烤？你开车这么累。不用了，没事儿。就是我们开了这么远，找来找去，这地方好像也没有很特别。谁说不特别了？这是我跟白坚的小秘密。我俩10年前呢，在这个树下拍过一张照片，当时我们就约定了。芝芝，这些烤好了，你先吃一点。吃点东西吧。不饿，我饿了，我要先吃。哎，我真没想到，我们现在还能有机会重新来到这里，一起烧烤，一起露营。哎，老季，那个时候我们今天出去玩的时候，你不是老喜欢唱歌？你唱一个情歌。不记得了，你别说了。真的给我玩失忆。
芝芝，冷不冷？要不要盖毛毯？不冷。那我陪你四处走走。嗯，走。走什么走？才刚坐下，东西还没吃呢，吃了再走。我怕我们俩在这儿影响你跟秦小姐叙旧。魏子明说话别阴阳怪气的啊！好了，你们两个，我自己去。芝芝， Game over。你提什么照片呀？你应该谢谢我嘛！你看他吃醋，我说人家喜欢你。你去看看他吧。秦小姐，我也是你游戏里的一环吗？你觉得呢？芝芝，你误会我了。我误会你什么了？你和你的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回忆甜蜜往事。我不应该走吗？我跟秦静香不可能旧情复燃。他很清楚我对你的情感。你对我什么情感？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还在左右摇摆。我没有左右摇摆，也没有重温回忆。我对你的情感我自己很清楚。宋芝芝，我喜欢你。